电影频道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星辰大海青年演员于适。肯定是很开心的，因为我一直都有关注，不管是金鸡电影节啊，还是说星辰大海这一次的这种活动。因为之前因为种种原因，我的作品一直没有出来嘛，所以我就只能默默的等待。所以今年终于有机会能够参与其中，我特别开心。知道这个采风内容，我还是挺感兴趣的，因为其实外卖员这个行业，就是这个群体，其实和我们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。我有机会能够就是体验一下他们的生活，我感到很开心。真的，你必须要去生活，才能够在你的创作中，就是塑造角色的过程中才是扎实的。你不是凭空想象的。如果没有这个经历的话，我觉得我也会去自己体验一下。我觉得是息息相关的，就是一定是要融合在一起的。你只有知道真实的生活是什么样，你才能把它塑造的真实。我经常之前就是骑自行车啊，干嘛？我特别喜欢在外面溜达，我就看各种各样的人。其实，你把演员带入到自己的身体里之后，你会发现这个世界特别的精彩。就是你可以观察各种各样的人的生活，然后看他们的形态，然后他们的状态。然后包括一些人说话的语气，其实这些是真的要去看的，而不能说你完全想象。比如说你演这么一个角色，靠你的自己的想象，这是不行的。对，其实不会的，就是你自己，每天比如说你没有工作以外，你在家出门啊溜达的时候，其实自己就是个普通人，就是普通人嘛。你在生活中好好生活一下，这还是很必要的。来厦门的前2天吧，2、3天的时间，在北京，的工作量不是很大，我就是骑着车在街上一直在逛，就是我感觉哇，终于没有那么多人看我了，哎呀，好好的感受了一下不一样的生活。当天我还记得特别清楚，我在路过一家涮肉店，一堆人。然后坐在外面在那儿吃涮锅，然后大家在那儿聊天，然后骑过之后我就把车停在那儿，然后我就看，我还录像了，你知道吗？就是因为特别生动，因为我这4个月的时间很少去做这样的事情了，因为每天就是拍戏，然后可能有很多人在看我大多数的时间没有时间去做这样的事情，所以那2天还是回归了一下原来的生活，就是普通人嘛，你在生活中好好生活一下。这还是很必要的。压力有那么一点儿，是因为这个东西来得很快。我真的没有想过说，因为《封神》上映之后会有这么多的关注度，这件事情还真的挺意外的。在有太多人关注我之后，其实我在学习如何去应对这些东西。首先，我作为一个公众人物，我希望能够给大家带来正能量的东西，让大家变好。然后其次就是我也要有一些地方要约束自己，比如说我说话不能太快呀，不能乱说话呀，就这些可能就是要付出的一些代价。但是我觉得也是人成长必要的一步，因为你毕竟不是小孩子了，就是一步一步来吧，反正就在学习过程中。我觉得人和人之间应该是互相尊重的，你不能觉得自己是高高在上的，因为你要知道。每一位去电影院买票的影迷朋友，对吧？这些观众，你是有了他们的认可，你才有所谓的知名度。所以其实大家应该是互相尊重的。其实我经常就在想，不管是路演也好，包括现在，其实我也没有变过，就是他们对我的支持和喜爱，我同样会回馈给他们。所以要感谢每一位能够看见我的人，就是对他们尊重。也希望他们尊重我，大家都是一样的，互相尊重。因为这个我觉得非常重要。其实我之前小的时候一直在篮球学校嘛，我们当时学校的校训就是几个大字摆在学校门口：想当球星先做人。这是当时我们的校长写的字，然后我们每一次跑步、早晨出早操都会看见这几个字。其实现在慢慢我越来越明白了，就是其实哪怕不管是运动员呀，还是演员，还是说其他行业的各行各业的人，其实我觉得，首先你要有能力，这是一定的，有能力你才能有
更多的机会，然后你能做出更好的事情。但是你拼到最后，其实是看你这个人行不行，做人行不行。如果说你的品德或者说做人不行的话，其实也不会有太大的成就。这我觉得这很正常，因为没有办法说你要满足每一个人的喜爱。反正我知道我想做什么就够了。我相信大家能够看到，就是喜欢我就支持我。如果觉得我身上有一些问题呀，或者说他们觉得也有一些粉丝很爱开玩笑，他们觉得我特别较真儿，其实对我来说我都是欢迎的，因为在某种意义上这也是一种关注度嘛。其实这些就是应该要承受的，这些都是你要付出的代价，不管好还是坏，我都是虚心接受的。对，我只负责我把我的事情做好，然后做一个好人，就够了。